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盘期我们讲到小林光一在北京战胜马晓春，取得6连胜。擂台赛历时将近1年，经历了江筑久的过五关，小林光一的斩六将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中国队主将聂卫平将迎战日本队的3位超一流高手。1985年8月25日，聂卫平出发前往日本。头一天晚上暴风骤雨，气温骤降，早晨出发时风雨仍未停歇。这天恰逢国手战开幕，国家队的队员及领导无法前往机场送行，这是擂台赛东飞时最冷清的一次。那凄风冷雨更是增添了几分悲凉，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然而这形色的冷清反而减轻了聂卫平的压力。当晚7时，一行4人到达比赛地日本热海。日方主将藤泽秀行九段以及热心的武宫正树九段赶来迎接慰问。第二天，主办方组织外出观光。热海的风光的确很美，看着湛蓝辽阔的大海，蜿蜒起伏的群山，聂卫平的心情也开阔了不少。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聂卫平被领到了一个名叫善崎展望台的地方。这是一个平台，屹立在海边的悬崖上，高达70多米，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传说以前许多被逼上绝路的日本人会专门赶到这里来自杀，这是日本有名的自杀圣地，只要纵身一跃便坠入大海，尸骨无存。聂卫平触景生情，不禁联想到中日围棋擂台赛，我们中国队也被逼上了绝路，没有后退的余地了，这更加坚定了他背水一战的决心。有棋友可能会有疑问，日方如此安排是否有意针对聂卫平？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虽然欺软怕硬，但相较于我们另外一位邻国受武士道精神影响，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还是有的。之所以安排在自杀圣地，是因为日本棋院组织的第12期围棋大会恰巧在此进行，700多位爱好者在日本棋院组织下一边旅游一边对弈，同时期间还有职业棋手的快棋表演和指导棋，以及段级位的认定等活动。而现场观摩擂台赛更是这次围棋大会的压轴项目。1985年8月27日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此前的对决当中，中方棋手一般都身着西装，以示庄重。然而这一次，聂卫平特意挑选了一件绣有中国2字的红色运动服。中国激励斗志，红色象征好运。经过猜先，聂卫平执黑先行。黑棋棋手右上角星位，而白棋马上占据了左上角的星位。小林光一展现了自己的信心，丝毫不惧怕黑棋布下对角形的开局。黑棋果然占据了对角的小目，白棋对角小目。接下来黑棋挂，白棋小飞。黑棋飞进去的时候，白棋在局部并没有马上行棋，而是先在左下角挂，试探黑棋应手。而这一切也在聂卫平的准备之中。赛前为了对付小林光一，聂卫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孔祥明将国内能够找到的所有小林光一的棋谱按照布局类型进行了分类整理，而聂卫平与国家队的队友废寝忘食的进行了研究。据说仅仅是开局的变化图就有1000多个。经过研究发现，小林光一功力极深，尤其中后盘非常强大，而且擅长见好就收。所谓的好就是实地，一旦被他实地领先，他会快速定型，然后把局面彻底的掌控。所以本局聂卫平的策略是开局抢在小林光一前面捞取实地，逼着小林在中负决战。下一手棋黑棋在此拖，这也是有准备的一手。现在我们看人工智能的一选一般都是走在此处，而在当时黑棋的下法很多，这一代的飞以及夹击等等。但是聂卫平研究发现，小林光一在执黑时面对白棋高挂100%全是走在3线拖的，所以他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抢先捞空。白棋搬，黑棋退，接下来白棋粘住，黑棋跳棋。此时白棋如果照搬定式，那么黑棋尖在左上角33，白棋再拆，黑棋再从右下角挂过来。这样的话，白棋无去，
全局黑棋的实地领先，因此实战当中，小林光一选择了更为积极的夹击，黑棋进角，白棋尖，以下是常见的定式，这样形成了黑棋实地，白棋外势的局面。下一手黑棋在右下挂，同时兼具引争的作用，白棋则直接将这个提掉，永除后患。下一手黑棋大飞，限制白棋外势发挥，而白棋则在左下二间跳，扩张左边及中央。接下来黑棋抢占大场，白棋拆二，黑棋向中央跳起，限制白棋中腹势力的发挥，而白棋抢占了上方的大场，这也是眼见的好点。黑棋下一手棋飞是必然的一手，这个地方如果黑棋普通的跳被白棋飞过来，白棋中央将进一步膨胀，而黑棋飞在此处要争一头把白棋压在下方。此时白棋贴了之后再点角，也是典型的小林光一的风格。此时如果白棋直接点角，那么黑棋挡住，白棋长，黑棋一长，白棋飞做活的时候黑棋压过来，这个点至关重要。现在白棋的潜力尽失，而黑棋这一带却膨胀起来，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在此先贴一手再点角，如果白棋继续贴，那么黑棋再长，白棋再去走的时候黑棋跟着应，这个结果你再点角，那么黑棋就要强杀了。这样一来，由于外围变厚，这个白棋已经失去了点角的时机，所以实战当中白棋马上点角，黑棋挡住，白棋长的时候黑棋的二路扳也是苦心的一手。聂卫平九段的意图是不让白棋轻松活棋，逼着白棋在做活当中撞伤这两颗白子。下一手白棋单靠也是正确的次序，这个地方各位棋友要注意，不要随手去扳，否则被黑棋粘住，你再去靠的时候黑棋扳上去，接下来你挖它打完之后就可以强行在此立下去了。由于做了扳粘的交换，这个断点消失，现在白棋如果断，黑棋粘住，白棋再走的时候黑棋可以先拐进去，白棋挡住，黑棋有一路点老鼠偷油的好棋，白棋粘住，接下来黑棋跳出，这样脚步的白棋被杀，黑棋大获成功。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在此单靠，由于这个地方有断，黑棋没有再去扳，而是选择了长，白棋贴起，黑棋再挡住，这两颗白子已被撞伤，同时脚步的白棋需要补活。下一手白棋在此立下，黑棋现在如果贪攻继续在角上剥夺眼位的话，那么白棋在此一挤就全部联络了，这样一来局部黑棋反而亏了。所以实战当中黑棋继续贯彻此前的意图，虎在此处逼迫白棋做活，白棋扳，黑棋粘住，白棋立下，局部活棋，黑棋则顺势一扳。现在我们来判断形势，黑棋右上一带有25目，左上有8目，而左下大约有15目，这样黑棋全局有48目。白棋右上角有6目棋，右下角也有6目左右，左边一带确定的地大概是15目，所以全局白棋27目。从实地上看，黑棋遥遥领先，但是白棋左边的潜力也不可低估，而且现在白棋还是先手，所以整体而言此时依然是均势的局面。下一手棋白棋在右下角率先动手夹击，黑棋靠近3-3就地求活，白棋扳，黑棋二路连扳，又是局部腾挪的好手，白棋打吃，黑棋粘住，接下来白棋粘，黑棋爬回，白棋粘住破野，黑棋下一手的横顶也是局部常用的手法。这个时候黑棋如果在此贴出，担心白棋在此刺的下法，这样下一手白棋在此刺一手，然后跳起来，黑棋这块棋极重，如果再逃，那么白棋在此一挡，黑棋再走的时候白棋抢到了下方的要点，这样一来白棋这一带收获巨大，而黑棋整体呈单关联络，并不满意，所以实战当中黑棋在此先顶切断白棋联络，白棋长出，黑棋再跳，白棋现在如果用强，比如说在此刺完之后搬过来破野，那么和刚才的情况就已经不同。下一手棋黑棋双住，白棋再抢占下方要点的时候，黑棋可以在此飞，白棋挡，黑棋顺势冲出，
白棋再长，黑棋一跳，这样右边这块棋将面临黑棋的搜刮，而外围的黑棋变后和此前的图大不一样。所以实战当中，小林光一在这个地方也选择了强硬的反击，他先在此刺，做一下准备，然后直接将黑棋冲断，要求封锁黑棋。黑棋先手打，白棋粘住，接下来回到下方搬粘做活，白棋坚在中央不断，继续贯彻高举高打，配合左方的模样。而黑棋下一手棋被聂卫平九段局后评为没有必要的一手，他此时杀得兴起，进而直接把这2颗子逃了回来。局后的研究，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在这一带刺，然后飞棋限制白棋在下方成空。而如果白棋去控制这2颗子，黑棋可以再次飞，这样全局依然是黑棋主动。实战当中，黑棋在此坚出，但由于两边的白棋都不弱，这个地方的战斗对白棋的压力并不大。下一手，白棋先在下方点，这是让聂卫平大吃一惊的一手。中盘激战正酣，没想到小林光一却突然收起了官子，但这或许就是小林光一的风格，他抓住机会马上就定型。下一手棋，黑棋立下补活，白棋再搬，黑棋粘住，但是这个地方白棋实际上损了，因为他把变化卖掉了。我们继续往下欣赏。下一手棋，白棋挡下补活右边这块棋，而黑棋则在下方飞出，白棋靠，黑棋刺一手。这手棋使得小林光一对于此前的2手棋颇为的后悔，如果没做这个交换，那么白棋可以在这一带飞过来看清下方这颗子，黑棋走，白棋挡，黑棋再走，白棋挡住，接下来黑棋断吃，白棋左边一带的模样膨胀起来。但是由于做了这2手交换，尤其是这个点和粘的交换，白棋净亏3目棋，对于顶尖高手来讲当然无法忍受，所以实战当中白棋此时也只好粘住。接下来黑棋搬，行棋步调，白棋长出，黑棋在此坚冲，做好了弃掉这几颗子的准备。白棋飞出反击，黑棋坚，当白棋退的时候，聂卫平九段下出了本局当中他最为后悔的一步棋。此时黑棋选择了顶，但局后的研究，黑棋此时应该贴棋，白棋跳，黑棋再尖，搜刮这块白棋。实战当中，黑棋顶在此处，要求白棋补活，白棋先搬，黑棋再打。聂卫平九段的如意算盘是期待着白棋在此立下，黑棋在中央补住断点的同时压缩左边白棋的阵势，但是没想到机敏的小林光一这时下出了好手，他置下方这块区域不顾，抢先在中央飞了一手，这手棋非常严厉。现在黑棋如果在下方继续行棋，如果打吃，那么白棋会先断，这2颗黑子气紧，黑棋补棋，白棋顺势粘回，这样一来这块黑棋反而变重。接下来黑棋再去走的时候，白棋靠出，如果黑棋搬，白棋马上扭断。由于左边有外势配合，这个局部的战斗黑棋不利，而如果黑棋长，白棋就一路压过去。先前我们说白棋这一带确定的地有15目，而现在这个目数急剧的膨胀起来，黑棋的目数却没有太大增加，这样白棋一举确立优势。而如果白棋飞的时候，黑棋在此打吃，白棋就立下，这样这个局部目数上黑棋是损的，打我就粘住。由于这个地方有断，而这一带白棋一坚，黑棋也难以兼顾，白棋本身并没有问题，中央白棋能飞到一手也便宜了。所以实战当中，黑棋无奈，在白棋飞的时候只好粘住，然后白棋再立下。这2手交换的目的在于白棋延缓了黑棋向中央出头的速度。黑棋如果现在再搬，白棋可以顺势搬了弃子，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白棋这个地方同样膨胀起来，所以这个地方走完之后，白棋一举反先。而聂卫平此时也意识到白棋形势占优，黑棋接下来的选择既不能够让白棋轻松的简化局势，又不能够操之过急，孤注一掷给白棋可乘之机。所以他在此长考过后，上午11时59分下出了93苦心的一手。这手棋下完之后进入午休时间，中午聂卫平并没有用正餐，而是让主办方准备了西瓜等一些水果，简单吃了几口之后就进入了房间的温泉，
一边休息一边思考下午的对局。聂卫平很喜欢这种方式，他事后说道，中午能够泡温泉的棋他基本上都赢了。下午蓄意，裁判长宣布对局重开，小林光一下一手棋选择了在上方搬。局后复盘，小林光一说道，此时面对黑棋的这手调，白棋在局部没有好的应手，因为如果白棋退让在此处，黑棋已经先手便宜，接下来可以回到上方跳，白棋再攻，黑棋可以在此弃子，下一手一搬，这一带白棋并没有什么收获。而如果白棋直接强攻，黑棋则顺势尖完之后连回，白棋同样无法进攻黑棋，反而由于这几颗白子偏弱，这一带已经脱不了身，上方一旦再被黑棋抢到，局面将对黑棋有利。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单搬在上方，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下一手棋，黑棋在此大飞，继续进攻白棋，这是小林光一没有想到的。他以为黑棋会在此逃出，白棋再围，但是他可能忘记了上一局当中面对马小春同样类似形状的阵势，他的下一手也是打入在这个地方的。这手棋刁钻的地方在于，白棋如果想要脱了之后度过，黑棋可以搬，白棋断的时候黑棋单退，这个地方的争子恰巧对黑棋有利，那如此一来，黑棋的争吃和这个打断白棋形成键合，这样白棋不满。而如果白棋用强，比如说在此直接点了之后搬，强行分断黑棋，黑棋断，白棋再挡，黑棋搬，依然争子有利，白棋再补的时候，黑棋虎在此处，白棋坚阻度，黑棋一路打吃出去。下一手再冲，白棋挡住必然，黑棋打先手，然后回来粘住断点。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局部白棋的棋形支离破碎，一旦这块白棋被杀，这盘棋也随之结束。所以小林光一在这个地方苦思没有良策，最终白棋选择了自补。下一手棋，黑棋顶住，确保自身联络，同时继续威胁白棋。白棋先点，破坏黑棋棋形，黑棋挡住，白棋长先手，黑棋粘，接下来白棋委屈的从二路度过。这一带的战斗，黑棋明显的获得了便宜。下一手，黑棋稳健连回，双方再次回到势均力敌的局面。小林光一下一手棋在上方打，这也是极大的一手棋，但是这个地方他忽略了一个次序。此时白棋应该先在此挤，试探黑棋应手。黑棋如果粘住，那么局部白棋已经便宜了一目棋，而且这一带的联络加强，再回到上方打。而如果黑棋在此虎了反击，白棋可以断，黑棋打，白棋长出，接下来黑棋挡住，白棋的力就变成了先手。这样黑棋补棋的时候，白棋再回到上方打，这一带和实战是有巨大的差别。实战当中，白棋直接在上方打吃了一手，黑棋粘住，白棋再跳收官的时候，黑棋挡，接下来白棋补断，而黑棋非常机敏的在左下搬粘，这是极其愉快的一个官子。白棋挡住，黑棋粘，不得已白棋只好继续补断，这样黑棋再次获得先手。下一手棋再次冲出，白棋联络，黑棋在中央拐头，看似力大如牛的一手，却险些葬送了本局。聂卫平九段局后自评，这个地方由于优势意识过浓，后面的下法简直如梦游一般。这手棋黑棋应该先在右边定型，再次冲了断。由于这三颗白子不活，白棋只有吃，黑棋打吃先手，接下来再次飞出围控，这样黑棋的优势将愈发的稳固。但实战当中，这个局部的变化并不复杂，聂卫平却由于优势意识忽略了这一点，而机敏的小林光一马上抓住了战机。黑棋拐的时候，白棋二路立先手，黑棋挡住，白棋拐先手，黑棋不断，白棋接下来一路搬粘先手定型。下一手白棋在此跳了一手，抓住机会，白棋在这个地方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但是白棋的这手棋还是疑问手，这个时候白棋应该将下方的这个先手马上走掉，黑棋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只好补活，然后白棋再走这个，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
然而实战当中，白棋看似顺风顺水的这一跳，聂卫平九段接下来下出了人工智能的一选，下一手棋黑棋直接挡在此处。2022年第17期的围棋天地当中，回忆这盘棋时，把这手棋评价为益智的逆手。这手棋本身逆收5目，价值极大，而且走完之后黑棋彻底活境，以后这个提吃还是先手，白棋还需要补棋，这一带还给黑棋留下了劫财。下一手棋白棋在此跳，小林光一的如意算盘也是打得噼啪乱响，他期待着黑棋在这带围控，如此白棋冲了之后定型，再回到左边护住空。这样我们现在判断局势，黑棋这块空有23目，下方这一带提吃是先手，有7目棋，左下有15目，左上这一带8目，全局黑棋53目，而白棋右上角有6目棋，右边这一带有9目，下方有6目，左边这一带有6目，上方有24目，白棋全局也有53目，双方盘面平互。现在轮到黑棋走，但黑棋在现在局面下，一手棋要领先出一个贴目，显然是很困难的，这样将是白棋胜势的局面。此时刚刚经历了自杀圣地洗礼的聂卫平也猛然惊醒，如果再继续如此平稳的运行下去，这盘棋恐怕将进入小林光一的步调，再没有机会。而恰在此时，随行的孔祥明进来提醒，到了西洋的世界，聂卫平有先天性的心房间隔缺损，此次遵医嘱携带了氧气瓶。现在看来这一做法似乎有失公平，但当时日方自认为是上手的一方，对于这一要求并没有拒绝。吸氧过后，聂卫平眼明心亮，神清气爽。下一手棋他思考过后选择了强硬的反击。接下来黑棋先打，白棋粘住，然后黑棋冲先手，接下来直接掉在了此处。这是非常强硬的一手，要硬刚白棋的这个后势。而白棋小林光一也毫不退缩，下一手棋尖在此处，同样是最强应对。现在黑棋如果退让，白棋顺势扳住，黑棋再拐，白棋断吃这颗子，这样一来黑棋在这一带的收获甚微。而如果黑棋胆敢继续往里跨越雷池一步，将面临白棋的雷霆之击。黑棋再扳，白棋一长，再补断，白棋拐头，这朵花的威力彻底的发挥出来。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该何去何从？聂卫平长考过后，下一手棋顶在了此处，继续强硬，要求破空。白棋接下来飞切断黑棋退路，黑棋靠，白棋长，黑棋接下来顶住，白棋虎。小林光一在这个地方继续瞄着这一带靠，对黑棋的大龙发动整体的攻击。黑棋现在如果尖在此处防守，那么白棋在尖，黑棋飞，白棋冲2下定型，接下来回到右上角尖。这样一来，白棋依然掌握着局面的主动权。意识到形势危机，实战当中聂卫平下一手棋释放了胜负手，面对白棋屠杀大龙的威胁，黑棋置之不理，直接在右边围了一手，将胜负赌在了中央的桎梏上。而小林光一也毫不含糊，下一手棋强硬的靠了上去。聂卫平陷入了本局最大的一次长考，其在此思考了1个小时的时间，占全局用时的1/3，急坏了静坐在一旁观战的郝克强。他低声的向华以刚询问怎么样。华以刚在纸上写下了如下几个字：四将被断开，不妙。这时小林光一好像也不那么镇定，忽而在椅子上转身，忽而抬头观看着对方的表情。1小时过后，聂卫平选择了顶的下法。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在上方扳是不成立的，白棋可以再次顶住，黑棋不断，白棋长，黑棋再压，白棋顶住。接下来黑棋跳，虽然与上方联络，但是白棋冲吃掉右边5颗子之后，依然是白棋优势。同样扳在下方被白棋断，这个大龙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实战黑棋顶在此处，白棋强硬挡住，黑棋打吃，白棋再次扳。但实际上
聂卫平认为白棋的这手棋是问题手，如果白棋搬在此处，这盘棋恐怕黑棋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一带虽然经过了1小时的长考，但黑棋的下法也不过是在尽人事听天命。如果白棋搬在此处，那么黑棋现在提吃捕获大龙，白棋就直接冲吃掉右边的5颗黑子，依然是白棋的优势。而如果黑棋这个时候去补棋，那么有了这2步交换，白棋可以粘回这颗子。黑棋如果搬，白棋就粘，黑棋以下粘回，白棋可以再次切断。虽然黑棋有吃住下方这块白棋的手段，但白棋也将黑棋的大龙全部鲸吞，这样同样白棋优势。所以聂卫平在长考当中认为，双方大致会形成一个转换，黑棋也不再去搬这一个，而是直接粘，白棋在此断，黑棋吃住下方，白棋在此长出。他在长考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判断转换之后的形势，但依然认为是白棋优势。但没有想到，似乎是胜利女神的眷顾，小林光一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去搬，而是先在上方搬了一手。当然这手棋同样强硬，黑棋继续打吃先手，然后提吃完抗。白棋下一手棋是小林光一本局最大的败招，这个时候他选择了在下方拐了一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小林光一想多了。现在白棋只需要在中央一挖，杀掉黑棋大龙，这盘棋就此结束。然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胜利女神屡次给了小林光一机会，小林光一却放过，现在胜利女神已经抛弃了他。小林光一并非没有看到这手挖，他担心的是黑棋在此打吃，白棋粘住，然后黑棋弯在此处的手段。他当时实战当中的计算，以为白棋只有顶，黑棋在此靠先手，白棋粘，接下来黑棋断，这样白棋长，黑棋粘住，下一手棋白棋扑了之后在此打吃。这个时候黑棋是不能粘的，否则白棋这一扳，由于下方白棋有4气，黑棋只有3气，这个局部是长不出气来的。接下来你打吃我就粘，再打长出，粘住，白棋一粘，这个黑棋就死掉了。所以这样黑棋不能粘这个，一定会跳进去，双方再次形成劫争。但是他对这个劫没有把握，他觉得全局黑棋的劫财要更有利一些。然而实际上这个地方他误算了，白棋严厉的手段并非在此紧气，而是双在此处。局后的研究这样下去，这个地方白棋将长出1气变成5气，那么黑棋就无法与白棋再对杀。而实战由于没有计算到这手棋，小林光一之所以在下方先走一手，是期待着黑棋能够跟着应一步，白棋冲变成先手，然后就可以挖断，再打吃粘住，这一带你再去走这个白棋粘住就可以，再扳的时候白棋一冲，由于有了这个交换，这一带无论如何你都断不掉白棋了，这样黑棋就净死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你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聂卫平抓住了这一线生机，下一手棋黑棋靠在此处补棋，白棋顶住的时候，黑棋鱼形弯先手，白棋再走，黑棋一挖，这个局部彻底逆转了。现在白棋如果叫吃，那么黑棋就粘住，白棋再提，黑棋断吃这颗子的同时，也防住了白棋挖断的手段。这个结果，白棋在这一带一无所获，反而损失惨重。所以实战当中，冷静下来的小林光一也选择了最佳的一条收束之路。下一手棋他直接从下方打吃，弃掉3颗子，争取先手进入收官。白棋粘，黑棋断，接下来白棋冲回，黑棋立是先手，然后断吃中腹的3颗子。下一手棋白棋得到先手，在下方一路扳，这个地方黑棋一定要小心，如果随手在此一退，白棋这一点进来就出问题了。下一手的挤异常严厉，而黑棋团住，白棋一尖，脚步将变成一个非常恶心的收起吃，这样黑棋大亏。所以实战当中，聂卫平双在此处，白棋冲先手，先在中央定型，接下来在下方一路跳，继续先手收官。下一手在中央弯，同样是先手，威胁冲断右边的5颗黑子，黑棋
扳先手，接下来连回，白棋在左边先手收官。下一手白棋在上方扳。就局部而言，白棋很想在上方一路尖一手，如果黑棋跟着应，白棋再回来扳，这个局部白棋便宜了。但是现在形势紧迫，黑棋一定会跳进去。白棋如果扳，黑棋准备直接开劫。之前我们也说过，全局黑棋更为厚实，劫财黑棋有利，劫争黑棋并不怕。小林光一也算清这一点，实战当中他直接在此扳收空，黑棋冲，白棋扳住。以下是一本道，黑棋粘住，白棋粘威胁黑棋断点，黑棋断吃，白棋打，黑棋提。接下来白棋打，黑棋提劫，白棋先手把脚上的官子收掉，黑棋冲，白棋退，然后黑棋一粘。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势，右上黑棋这块空依然有23目，脚上还是7目，而中央一带黑棋有14目，左下角缩减到了10目，左上角依然8目，全局黑棋62目，而白棋右上角6目，这一带白棋有10目，下方有8目，左边7目弱，上方一带16目强。确定的空白棋有47目，盘面黑棋领先15目，轮到白棋下。而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中央，也就是说如果白棋在中央围出10目加上贴目的话，盘面是非常细微的一个形势。下一手棋白棋再次提劫，黑棋挡，这是劫财。白棋现在如果去吃，那么脚步黑棋有点进去的手段，下白棋阻渡，黑棋断，白棋打，黑棋一虎，这样整个右上角将变成劫火，白棋得不偿失。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在这个地方补了一手，但是这手棋补的位置有问题，强如小林光一在后半盘的激烈争夺当中也开始频繁出现失误，白棋此时应该立在一路收官。从后面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别。实战白棋粘住，黑棋提劫，白棋回到中央围了一手，而这个地方黑棋以后挤是先手，刚好白棋在这一带有10目棋，形势依然非常的细微。下一手黑棋先手在此收官，白棋挡住，黑棋挤，白棋尖。接下来黑棋在角上扳，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的尖是一步好手，甚至是本局黑棋最终获胜的关键之招。这手棋的妙位在于，一来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劫争，继续牵制白棋，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二来随时瞄着这一带断，跳进去点等等的手段。如果黑棋现在直接粘住，那么白棋补棋，黑棋再跳，白棋挡住，这一带的变化将全部失去，此后在白棋空中的妙手也将不再出现。同时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白棋挡住，那么黑棋再收棋，脚步白棋依然要补棋，这个地方黑棋已经便宜了。所以实战当中小林光一面对这手尖，最终选择了在中央收掉这个5目的官子，而黑棋下一手棋在脚步打定型，白棋提，黑棋在下方提，这是先手，白棋应住，黑棋提回，白棋退让补棋，黑棋提，白棋打，这一带黑棋弃井的问题已经没有。下一手黑棋直接跳了进去，粗看到这手棋明月大惑不解，这个地方不是直接断就可以吗？但是如果直接断，那么白棋打吃完定型，这个样子白棋空中也再没有问题。而黑棋的这手跳是迷惑之招，跳完之后白棋尖在此处，看似黑棋断进去，白棋打吃黑棋粘还是一样的，但是黑棋下一手棋并不是去断，而是在一路粘了上去，这手棋和断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白棋如果再去挡，就是后手，黑棋未必会马上去吃这颗子。所以实战当中小林光一下一手棋提，继续打劫，黑棋冲，这是劫财，白棋挡住，黑棋提回。接下来白棋再去冲的时候，这是本局白棋最后的败招。这个时候白棋正确的下法还是应该从上方挡住，这样黑棋先在左边飞，
逼迫白棋做活，然后回到中央继续收官。这个结果将是半目胜负，黑棋赢半目的可能性要更大，但是局面细微，黑棋也不可能保证后面不出错。然而实战当中，小林光一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在中央冲找劫的时候，黑棋直接点了进去。这是蓄谋已久的一手棋，从黑棋当初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开始构思，通过这一连串的手段故意保留了这个断吃，使得这手棋异常严厉。现在白棋已经无法阻止黑棋度过，因为如果白棋顶在此处，黑棋挤，白棋粘，黑棋一冲，这个白棋被杀，这盘棋当然就结束了。所以实战当中，小林光一极其痛苦的团在了此处。黑棋冲先手，白棋提吃，黑棋已经看清局势，就把劫消掉。下一手白棋再走，黑棋一冲，局部黑棋已经便宜，当白棋再打的时候，黑棋在左边飞，要求白棋补活，白棋虎住，接下来黑棋挡住白棋，下一手白棋提和下方黑棋的挤是剑合的官子。此时聂卫平已经确定这盘棋赢下来了。此后局面进入了小官子阶段，双方再没有大的出入，而接下来的招法也与胜负无关。小林光一依然执着的收完了所有的官子，可以看出他内心的不甘，但是已经回天乏术。至272手，白棋粘劫，最终聂卫平执黑以2目半的优势赢下了本局。对局结束之后，进入例行的复盘，小林不断的自责自己，太奇怪了，真不像话。不久，主办单位来人，请对局双方参与聚会的爱好者见面。小林语调很低，但语气坚决，今天我没法跟大家见面。2天之后，当华一刚八段再次碰到小林光一时，他说，那天输了棋之后的1个小时，我觉得自己神经都已经错乱了。就小林光一而言，这是他近几年来对中国棋手的第一次失手，难免懊恼。而对聂卫平而言，自然是另一种心情，战胜小林光一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对于2天之后与加藤正夫的对决，他不仅没有紧张，反而非常的期待。我们下盘棋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下个视频再见。